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、诚意新作《沉香如屑》上热搜，观众万分期待。现在大红大紫的《风起陇西》虽然票房不错，但人气和收视率都很一般，主要还是因为受众不多，很多人都不喜欢看那些脑洞大开的剧情，而且整体画面很阴沉，看着就不舒服。且是天下与君初相识这两部经典作品，虽然都是烂片，但人气还是很高的。这种重男轻女的爱情故事几乎没有任何限制，可以说是男女平等。玉骨遥、肖战、长月烬明、杨紫等等都是古装剧的热门话题。在众多等待播出的电视剧中，《沉香如屑》是最有希望和观众见面的。这部作品在获得授权后成为热门话题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网络传言该剧将于第二季上映，即将与广大网友相约。作为一部尚未开播便备受质疑的作品，《沉香如屑》在舆论和舆论的双重打压下，究竟会如何，很难说。《沉香如屑》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电影，40集的篇幅恰到好处，既能让人赏心悦目，又能让人觉得冗长。由于影片即将播出，两大亮点令人安心，但令人忧心的是，第一名是杨紫加诚意，颜值和实力并存，而杨紫和诚意的组合自然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虽然杨紫不是女主角，但是杨紫本身就是个古装剧高手，这个角色将由严肃饰演。她的角色是一位来自古代的四叶莲，浑身都是药。四叶芙蓉是双生花，和颜旦一样，都是姐妹花，只是颜浅是白莲，而芷溪却是黑莲花。没了杨紫这个双重身份，她就能专心演角色了。在预告片中，她演得非常到位，眼泪汪汪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要欣赏。诚意将分别扮演唐周、应渊两个角色，光看外貌就知道诚意曾经出演过《琉璃青云志》与《军歌》等等电影，《琉璃》一炮而红，诚意也因此走出了娱乐圈。诚意在《山河月明》里的表现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，哪怕是和陈宝国、张丰毅这种级别的演员打交道，也没有太大的难度，所以一人演两个角色，反而给了诚意发挥的空间。杨紫这一出，大家就不用担心了。香蜜沉沉烬如霜可是帮了杨紫一个大忙，要是放在古代电视剧圈，杨紫绝对能吊打任何一个女演员，而且她对自己擅长的东西非常熟悉。第二点，服化道上线了，大家都看得上瘾了。现在很多古装剧都被诟病了，主要还是服化道、场景、特效等方面的问题。杨洋、赵露思出演的《且试天下》就是靠着戏服来衬托的，虽然是渐变，但是杨洋的长相和气质都很不错。还有一些让人不忍直视的发型，比如关晓彤在《凤求凰》中的针线，比如《长歌行》中的迪丽热巴留着刘海的胡渣，再加上赵丽颖、王一博两个人的有匪，无论是场景还是效果，都是拖后腿，甚至连现在的电视剧也是一样，毫无特色可言。但《沉香如屑》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光是演员们的衣着打扮，甚至连角色都非常的精致，而且因为角色的关系，很多角色都要比女主角更漂亮。杨紫饰演的颜旦，一身白色长裙，素面朝天，不施粉黛，只用一根简单的发带点缀，不仅衬托出她的魅力，更是将颜旦衬托得如同莲花一般。杨紫穿着一身粉色的连衣裙，虽然是高饱和度的颜色，但是却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。同样是粉红色的发饰，还有一条流苏状的丝巾，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活力，一头秀发更是充满了青春气息。以往宫斗剧中，为了表现人物的神韵，一般都会选择素雅的服饰，而《沉香如屑》中的主角则更加多样化，注重色彩的运用，力求简约而富有创意。诚意一个人演两个角色，形象大不相同。扮演唐一号时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不过头发高高盘起，显得更加年轻。一袭白色长袍，配上一头白发，整个人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感觉，更添几分魅力。不过根据观众们的反应，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剧本到底是原声还是原声。相比起声优来说，诚意、杨紫之前的作品对于原唱的要求就更高了。这就是为什么《沉香如屑》会给人一种更加吸引人的感觉，同时也让它与众不同。观众反对将原声作为后期配音师使用，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作品都是由同一个人担任配音师，比如边疆来配音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令狐冲，《古剑奇谭》中的灵月老九门中的张启山，《楚乔传》中的宇文悦，《陈情令》中的蓝忘机。
而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小龙女、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白浅，都是季关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杨紫和陈毅的原声都是在荧幕上磨砺出来的，如果用原声，肯定会吸引更多观众。02肖战余生登顶 Netflix 热播榜 Top 1，执黑甩标签的方式很滑稽。肖战余生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，不仅热播时持续霸榜，为肖战狂吸粉丝100多万，日前在宝岛播出更是连续5天登顶 Netflix 热播榜 Top 1，并在未配备外文字幕的情况下进入 Netflix 全球热播榜。颜值高，演技棒，衣品绝佳，深情款款且温文儒雅的顾医生，就如春天的风吹入心间，盈盈一绕，凉爽沁人。和肖战合作的演员剧播出后，热度和知名度会迅速提升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如今的影视寒冬季，热度和知名度就意味着可以拿到好的代言和影视资源。因此，执黑在千方百计把自家蒸煮的标签甩到肖战身上，甩得又急又狠，颇有些慌不择路的架势，看看也是挺可笑的。有人喜欢古装剧，有人喜欢年代剧，有人喜欢谍战剧，但不管是哪一种类型，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精神食粮。在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，能追剧，岂不乐哉？由肖战和杨紫领衔主演的现代甜偶剧《余生》，请多指教开播至今，已经成为无数观众非常喜爱的剧作之一。尽管已经大结局收官，但2刷、3刷依然在进行中。通过这部作品，观众收获了颇有吸引力的剧情，更多的是在贴近现实生活的真道理。一部3年前拍摄的作品，在一片质疑声中成为当下的爆款剧。从收官战报中不难看出，《余生》除了获得10余家主流媒体的极力肯定之外，多项数据斩获第一，位居高榜。据不完全数据显示，截止目前，《余生》在网播平台的总量突破41亿次。还记得这部剧首播的当天，热搜榜上竟然出现了难看的字眼，用短短的2集去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，未免太失偏颇，无法让观众信服。抛开这个并不存在太多干扰因素的热搜话题，更多的观众在看剧的时候沉浸到剧情中，因顾魏和林之孝一路走来的爱情故事所感动。当然，这期间还有不少挣扎、揪心和忧虑，结局总归是好的，完全没有偏离故事线。除了在国内市场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，《余生》在海外多国同样受到拥趸。前几日在韩国正式上线后，短时间内就成为该国民众热议的话题，并位居热播剧的高榜。虽然已经大结局收官，但丝毫不会影响这部作品的热度。对比一些数据，不难发现，《余生》也会成为爆款剧中的黑马，继拿下 Netflix 榜单后知名度大爆，收视曲线一度飙升。而以摄影师视角看肖战的最新内容释出后，再次助推剧集搜索量。在最新的2022主娱剧综人气榜中，《余生》请多指教再次以高支持率位居第一。毫不意外的一个现象是，肖战主演的《玉骨遥斗罗大陆》《王牌部队》《陈情令》以及《狼殿下》等多部作品同样出现在这个榜单中，且排名非常靠前。从具体的数值中可以看到，《余生》的指数达到了566291，而待播剧《玉骨遥》同样达到了惊人的565816，差距非常小。但要区分开来的是，前者是已经上线播出的作品，后者则是待播剧，至今并未定档。能达到这么高的指数实属预料之外，可见这部作品已经预定了爆款剧的位置。余生的热度飙高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趋势。肖战饰演的顾魏这个角色不仅有着非常高的讨论度，在整部作品中也有很强烈的吸引力。从诸多的评论不难看出，顾魏的诠释有着非常饱满的感情，肖战给角色注入的情感力量是充盈的，在观剧时也有了共鸣。而且这部大爆的小甜剧在全球平台的 Netflix 中名列前榜，同样赢得海外观众的青睐。如果说《余生》能够在国内大爆是一种必然趋势，那如今在海外平台上同样有较高的热度，那只能称之为爆款剧中的黑马，后续的潜力会一点点释放，成绩斐然。就在今天，肖战看鱼视频这一热搜突然出现，没点开的时候还以为是新的物料，没想到竟是《余生》这部作品中的部分花絮。这则视频此前并未公开出现，是这部作品的摄影师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。以摄影师视角看肖战，不难发现的一点是，即便是《余生》已经大结局许久，但在看到最新鲜的物料时，依然会想起作品中的很多画面，有了一种再次追剧的冲动。
正是这一热搜的出现，余生的搜索量再次上升，同时带动有效播放量的递增。最后余生能取得如此不错的成绩，不是一种偶然，与肖战自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当然，他的其他作品包括待播剧同样如此，不仅会火爆，更有贴近生活的现实意义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